许多患者在白内障手术后重获清晰视力，本以为从此可以将模糊永久抛开，重新享受明亮的世界。谁知过了一阵子，眼前景物又渐渐变得雾蒙蒙，仿佛白内障卷土重来。那种心情就像希望的灯火突然暗淡下来，令人懊恼沮丧。有人开始怀疑，难道是白内障复发了吗？或者是手术失败导致了后遗症吗？其实都不是。要知道，白内障一旦被摘除，就不可能再长出来。而如今白内障手术技术非常成熟，成功率极高，术后突然视力变差，通常另有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捣乱，让我们的眼睛再次陷入朦胧？今天就让我们抽丝剥茧，揭开其中的秘密。眼科医师指出，其实有3大元凶可能导致白内障术后视力模糊。其中第一种原因甚至可以用雷射在短短5分钟内轻松搞定。首先要强调一件事，真正的白内障不会复发。白内障的本质是眼睛里原本透明的天然晶状体，也就是相机的镜头，因年龄、代谢或其他因素变得混浊不清。白内障手术正是把这颗混浊的晶状体彻底移除，换上一枚透明的人工晶体。既然旧的晶体已经被取出，你眼中已经不存在会再次变浑浊的镜头，自然不可能又长出新的白内障。好比说，一盏昏暗的旧灯泡被换成了新的 LED 灯，旧灯泡都扔掉了，它不会凭空自己跑回灯座上继续变暗。因此，如果术后某段时间视线又变差，问题不在于白内障重新出现，也通常不是医生手术出了差错，而是另有隐情。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其他可能的因素。经过大量病例研究和经验累积，眼科医师们总结出让患者术后视力模糊的3大元凶，分别是后发性白内障、眼底病变以及干眼症。这3个因素常常让人误以为是白内障卷土重来或手术没做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揭开它们的真面目。第一个元凶是后发性白内障，也称后囊混浊。这个名字听起来吓人，许多病友一听到后发性白内障这个词就脸色大变，以为白内障真的复发了。但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白内障再次生成，而是一种白内障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或后遗现象。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在白内障手术时，医生除了将混浊的晶状体和皮质全部吸除干净之外，通常会刻意保留晶体的后囊膜。后囊膜是一层非常薄而透明的膜，包裹在晶状体的外面，就好比葡萄的外皮那样纤薄。为什么要留下这层膜？因为植入的人工晶体需要放在这个天然的膜带里，以固定位置并保持稳定。可以想象，我们把一颗葡萄的果肉挖掉，也就是拿走混浊的晶状体，但保留葡萄皮，然后把一颗透明的人造果冻塞进葡萄皮的囊袋里。这颗果冻就是人工晶体，而葡萄皮则是患者自己留下的后囊膜囊袋。手术后，眼睛看东西立刻清晰了起来。不过在这层原本透明的薄膜上，可能残留着一些原先晶体的上皮细胞，它们就像遗留下来的微小种子，随着时间推移可能逐渐生长增殖，在后囊膜表面形成一层纤维化或混浊的薄膜。结果本来清澈透亮的人工晶体后面又悄悄盖上了一层毛玻璃式的障碍物，光线必须穿过这层模糊的障碍才能进入眼睛，影像难免失真变模糊。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后发性白内障。这名称的意思是手术之后后来发生的使视力下降的改变，也有人通俗地称它为假性白内障复发。其实说白了，它就是后囊膜混浊，晶体后囊膜变混浊了。后发性白内障是白内障术后视力再次模糊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统计显示，大约每4到5位接受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中，就有1位在日后某个时间点出现程度不等的后囊混浊。有人可能在手术后几个月就察觉到视线不如刚开完刀时那样清澈，也有人过了1-2年才开始发生。患者主观上的感受是，后发性白内障带来的症状和当初患白内障时非常相似，视力再次模糊下降，对比度变差，看到的颜色又开始变暗变黄，夜晚看到车灯等强光时容易眩目刺眼，有时甚至出现复视或者光晕。这些和手术前患白内障的感觉几乎如出一辙，因此难怪病人会以为白内障又来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沮丧？辛辛苦苦开刀换晶体，结果清晰的视力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以前那种雾茫茫的世界。但别急着灰心，现代眼科医学早已备好绝招来对付这个顽固的小麻烦。医生有一项简便快速的杀手锏，那就是利用特殊的雷射光让患者重见光明。这项技术叫做 YAG 雷射后囊膜切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高能量的雷射在混浊的后囊膜上打出一个小而精确的开口，让光线重新穿透。整个过程在门诊就能进行，不需要进手术室，更不需要动刀。通常病人坐在仪器前，点几滴表面麻醉的眼药水后，医生透过特殊的雷射镜头对准后囊膜，吱吱几声，大功告成。那片挡在视线中混浊的膜被打开出一条透明通道，犹如在起雾的玻璃上擦出了一道清晰缝隙。整个治疗只需几分钟，而且完全无痛。做完后，患者甚至不用包扎眼睛，观察片刻就能回家休息。多数人当天就觉得视力明显改善，隔天看东西更是倍感清晰通透。可以说 YAG 雷射就像一把激光手术刀，用极小的代价迅速清除了视线中的阴霾，让患者重新拥有光明世界。有人或许会担心，在晶体后囊膜上打个洞，人工晶体会不会因此松脱移位，甚至掉到眼球后面呢？其实大可不必忧虑。人工晶体的周边通常有支架撑在囊膜带周围，它本来就固定得很牢靠，即使后囊膜中央开了一个小孔，人工晶体仍然稳稳地待在原位，不会跑来跑去。而且 YAG 雷射能量和焦点非常精准，只作用在后囊膜上，不会伤及周围的视网膜或人工晶体表面，所以这个治疗相当安全可靠。当然，任何医疗处置都有极低的风险，比如 YAG 雷射后有极少数病人眼压会短暂升高，或者可能诱发轻微的黄斑部水肿，甚至极罕见的引起视网膜剥离等。但这些严重并发症的几率都非常低，远低于放任后囊混浊不处理对生活品质造成的影响。因此，大多数眼科医师和病人都一致认为，权衡利弊，该出手时就出手，用雷射把障碍清除才是明智之举。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人工晶体本身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毕竟换进眼睛的是一枚人造的透镜，会不会它老化变质了，才导致看不清？一般来说，人工晶体由特殊生物相容材料制成，设计寿命可以长达数十年甚至终身，不太可能像天然晶状体那样发黄变混浊。然而，医学上确实有极罕见的案例，人工晶体随着时间出现了钙化、色素沉着或其他雾化现象，使得视力下降。这通常跟人工晶体的材质或个人眼部环境有关，发生率非常低。如果真不幸遇上人工晶体本身混浊，而且严重影响了视力，那可能就需要考虑再次手术更换人工晶体。不过请放心，目前所使用的人工晶体品质非常好，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人工晶体坏掉的问题。所以比起这种万中无一的特殊事件，更常见的术后视力模糊，元凶还是前面提到的后囊膜混浊。而好消息是，对付后囊混浊，我们有快捷又有效的雷射方法，真可谓虚惊一场，有惊无险。如果处理完上述后发性白内障问题后，视力依然没有改善，或者检查发现后囊膜其实很清透，并没有混浊，那就要把嫌疑目光转向第二个元凶了，也就是眼底病变。眼底指的是眼球内部后方的视网膜、视神经等结构所在的位置，相当于相机里的底片。如果说白内障使镜头模糊了，那眼底病变就是底片出了问题。无论镜头、晶体多清晰，底片、视网膜受损，成像质量一样无法令人满意。许多患者在白内障手术前，由于晶体混浊，严重挡住了医生检查眼底的视线，一些潜在问题可能没有被及时发现，等到手术换上清澈的人工晶体后，才惊觉视力依然不佳，此时才意识到原来是眼底出了毛病。常见会影响术后视力的眼底问题主要有两大类，分别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老年黄斑部病变。这两种病都是中老年人中的常见眼疾，而且很常与白内障同时出现。白内障患者往往年纪不小，
而这两种眼底病变正好在中老年族群中高发，所以经常是一个人同时患有白内障又存在眼底病变。先来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会对全身许多器官造成伤害，眼睛也不例外。它特别容易损害的就是视网膜的微血管。血糖长期过高时，视网膜上的细小血管会逐渐发生渗漏、堵塞等病变，导致视网膜处于慢性缺氧状态。缺氧的视网膜就像在挣扎求生，会不断释放求救信号，促使眼睛长出新的血管来补救。然而，这些新生血管是畸形且脆弱的，就像杂草一样疯长，但一踩就断，极易破裂出血。于是，患者眼底就可能出现出血点和水肿。尤其当黄斑部也发生水肿时，人的中心视力就会严重模糊变形。许多糖尿病患者在白内障手术前，由于晶体混浊太厉害而无法详细检查眼底，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视网膜早已伤痕累累。手术后镜头清晰了，本以为能看得很好，却发现画面依旧不清晰，这才发现原来是糖尿病在作祟。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如果进展到增殖阶段，甚至可能引发视网膜剥离或黄斑前膜等更棘手的问题，那会对视力造成永久威胁，需要立即处理。再来谈老年黄斑部病变。黄斑部是视网膜中央，负责视觉最敏锐的那部分区域。随着年龄增长，黄斑区域的感光细胞和支持组织可能出现退化，形成所谓的黄斑部病变。特别是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这种情形并不少见。有统计显示，大约每10个50多岁的人，就有一位能检查出某种程度的黄斑退化性改变。由于早期症状可能不明显，加上白内障的存在会掩盖黄斑功能轻度受损的情形，病人往往没有察觉异常。但白内障手术过后，当外界影像变得透亮鲜明，黄斑病变的症状就凸显出来。患者可能会发现视野中央依然模糊扭曲，好像看东西中间破了一个洞，直视某个对象时，中央部分总是灰暗不清，这就是黄斑部病变的典型表现。有一种类型的黄斑部病变叫做湿性黄斑部病变，又称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其特点是在黄斑区长出不正常的新生血管，导致渗出和出血，进而加速中央视力的丧失。好在近20年来，针对湿性黄斑部病变已有有效的治疗方式，例如医生可以定期在眼球内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这种治疗俗称眼内打针，可以抑制不正常血管的生长，减少渗出和出血，部分挽回视力。然而，黄斑部一旦受到严重破坏或形成瘢痕，即使用药也无法让视力完全回到从前。因此，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除了上述2大重头戏，眼底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也可能影响视力。举例来说，高度近视患者的周边视网膜可能存在变性、裂孔，甚至有引发视网膜剥离的风险。青光眼患者的视神经逐渐萎缩，也会让视力范围缩小、质量下降，甚至中风造成的大脑视觉中枢受损，也可能影响视觉。但这些情况通常在白内障手术前就能有所察觉，例如患者本身就有相关病史或症状，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老年黄斑部病变则往往潜伏在白内障背后，不容易被患者察觉。因此，如果您在白内障手术后觉得视力不如预期，一定要请医生仔细检查眼底。现在的眼科设备非常先进，例如眼底荧光、血管造影、OCT 光学同调断层扫描等，可以快速判断黄斑或视网膜是否有病变，找出真正的原因后，就能针对病因治疗，而不是误把气出在白内障手术上。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需要严格控制血糖，并配合雷射光凝治疗或眼内注射药物来减缓病变。对于黄斑部病变，则需要定期回诊追踪，有需要就施打药物等等。相比于几分钟就能搞定的后囊膜雷射，要对抗眼底疾病往往是一场持久战，靠的是日常的保健和耐心治疗。不过，只要找对了元凶并积极面对，我们仍然有机会保住手术后来之不易的视力成果，不让辛苦的努力功亏一篑。最后要揭晓第3个元凶，就是干眼症。别以为这只是小毛病，干眼对视力的影响一点也不小。
而且它在白内障术后非常常见。重见光明的喜悦中，许多人可能忽略了泪水的重要性。其实，人眼要看清楚，除了眼球内部结构要透明健康，眼球表面还需要覆盖一层均匀光滑的泪膜。泪液不仅仅是哭泣时流的眼泪，而是时时刻刻在眼睛表面形成的一层保护性液膜，就好比相机镜头前必备的一层透明滤液，能让光线顺利而稳定地穿过角膜。如果泪液分泌不足，或是蒸发太快，这层泪膜就会破裂干涸，角膜表面变得干燥粗糙，光线经过时就会被散射、折射得乱七八糟。我们眼中所见的影像当然也就模糊不清了。许多中老年人本来就受干眼所苦，到了需要做白内障手术的年纪更是如此。而手术本身虽然只有微小的切口，但在术后初期往往会加重一时的干眼症状。这是因为手术切割角膜时难免伤及部分角膜神经，暂时削弱了眼睛感知干涉的敏感度和反射泪液分泌的能力。再加上术后通常要点好几周的抗生素和类固醇眼药水，这些药水中的防腐剂等成分也可能对泪膜造成刺激。种种原因之下，不少患者在术后几周内会觉得眼睛特别干涩不适，症状包括异物感、灼热感、眼红、畏光，甚至会影响视力的稳定。有研究发现，高达一半以上的白内障患者在术后出现暂时性的干眼现象，而且干眼症还可能反复发作。也许在手术几个月后的某天，你突然觉得眼睛又干又涩，看东西也没之前清楚了，这多半就是干眼的老毛病又卷土重来。干眼引起的视力模糊往往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视力呈现波动，有时候看得清楚，有时候又觉得雾茫茫，不像白内障或视网膜病变那样持续的一去不返。可能早上起床时觉得还算清楚，但经过一整天用眼之后，尤其长时间盯着电脑、手机屏幕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视力就模糊许多。在干燥、多风的环境下，视物也会变得吃力，但休息一下，闭目养神或频繁眨眼之后，视力又会有所改善。如果出现这种随环境和用眼程度而变化的模糊情况，干眼症就是头号嫌疑犯。此外，干眼甚至可能让人一直流眼泪。很多长辈不理解，明明泪水一直流个不停，为什么还说眼睛干？其实这种情况正是干眼症的特殊表现。由于眼睛表面太干，刺激到角膜神经末梢，眼睛启动应急机制，大量流泪。但这种反射性的泪水成分偏咸，而且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不能持久滋润眼球，因此就出现了一边流泪一边仍觉得干涩模糊的情形。这就是典型的干眼流泪现象。听起来干眼症很折磨人，不过好消息是，改善它通常不需要开刀，大多靠日常保养就能见效。对付干眼引起的视力问题，原则就是补水保湿，同时减少刺激。首先，可以规律的使用人工泪液来为眼睛加湿。市面上有许多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非常安全，可以按照需要频繁滴用，让干燥的眼睛重新滋润起来。除了点眼药水，我们还可以调整生活习惯，比如每天热敷眼睛几次，并轻轻按摩眼皮，有助于眼睑边缘的腺体分泌油脂，形成更好的泪液保护层，减少泪水蒸发。再比如，每隔半小时就让眼睛休息一下，望向远方，或干脆闭眼几分钟，避免长时间专注近距离用眼导致泪液耗竭。环境方面，如果长时间待在开空调的室内导致空气干燥，可以用加湿器增加湿度，或者在桌旁放一杯水来改善环境湿度。外出时若风沙较大，可以戴上眼镜，物理遮挡强风吹拂，避免泪水过度蒸发。饮食方面，适当多吃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亚麻籽油等，据说对维持泪膜稳定也有帮助。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足以缓解，眼科医师还有其他办法，例如对于严重干眼的患者，可以施行泪点栓塞术，暂时堵住泪水排出的通道，让泪水留在眼中不易流失。不过通常来说，大部分术后出现的干眼状况，透过良好保养都能明显改善，不会长期妨碍您的清晰视力。现在来总结一下，
白内障手术后视力再次模糊，多半并不是白内障复发，更不等于手术失败，而是前面提到的三大元凶在捣蛋，可能是后囊膜混浊。这种情况下需要用雷射来清除障碍，重现光明，也可能是眼底出了问题，就必须针对病灶积极治疗，或者是干眼症发作了，得靠细心滋润保养才能让视力恢复稳定。打个比方，就像拍照一样，要得到清晰的照片，镜头底片和镜头前的玻璃都得是好的。白内障手术解决了镜头问题，但底片、视网膜和玻璃表面泪膜也不能出状况。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隐藏在幕后的黑手，就等于找到了针对不同问题的解方。下次若碰到视力变差的情况，不用再惊慌失措，想起今天讲的道理，对症下药，清晰的世界多半是能够挽回的。对患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定期追踪自己的眼睛状况，并且不要抱持侥幸心理。白内障手术固然非常成熟，成功率极高，但手术之后也要继续爱惜自己的眼睛。如果视力出现异常变化，一定要及早就医，查明原因。一旦确定是哪个元凶在作祟，我们也有相应的对策，比如后囊混浊，不用怕，有雷射可以迅速扫清障碍。眼底病变千万别拖，越早治疗越有机会留住宝贵的视力。干眼症则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持之以恒的保养。当然，如果运气好，三大元凶你都没碰上，那更要继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让眼睛安享长久的清晰世界。总而言之，白内障术后再次模糊并非世界末日，只要找到真正原因，绝大部分问题都能透过现有的医疗和保健手段来解决。我们希望每一位经历白内障手术的朋友都能长长久久地拥有明亮的视力，持续看见人生路途中的美景。